叔第一次来横店还记不记得？记得啊。笑出来了呢，这么一下子，啥时候啊？这是我第一次来横店，是我一个人来的。哦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签公司，也没有经纪人，就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是我跑组的时候，有一个经纪人，他就跟我说有一个戏一个角色特别适合你，要不要试一下？然后当时我就好。哇，你就答应了。假期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去那个一个人去横店，直接就飞，直接就来横店啊。然后就到了之后就有一个小面包，然后当时开始还是很兴奋，我要进组了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还在那看剧本，然后后来我又发现怎么这么远呀？哦，感觉害怕了，越拉越偏。对啊，我说是不是要跟我爸妈说一声啊？我想那个今天晚上如果说这个是假的话，我就找一个机会就先溜掉，然后那个行李什么先不要了。因为我想好多，对，想了非常多，就是想了一路，到了之后有一个人来接待我们，就带到我去那个试妆的地方定妆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制片人进来了。那个制片人出了一个还挺爆的戏，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制片人，然后我一看他，我觉得知道了，他这个戏是真的了，踏实了啊。哎呦，但是现在想一想还是挺害怕的。要放到现在，你这个戏你都容易错过了。那个时候知道的太少了，满心就想着第一次来，因为你无知者无畏嘛。那时候你看你不知道，也可能也就跟着去了。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就是有一个打我鼻子的戏。然后对方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叔叔，多大的演员？他演的是就那种蒙古壮汉，叔叔，然后真的是很大，然后他那个拳头都跟我脸差不多大了，然后他就要打我脸，我们已经试了好多遍了，就这样子，有一个安全距离。对，然后到真开拍的时候，他就这样。打到了，打出血了，打出血了，你都打晕翻过去了，估计都。当你躺上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不动了，讹他，搁那默默。叔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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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叫叔叔。那是我第一部戏，我真的不太知道嘛，不知道怎么叫人。对，也没事儿。然后后续就是，我就一边流着鼻血，一边流着眼泪。然后导演就在旁边，他说：“你来到我旁边来看。”然后我就蹲个小凳，就在他的旁边这样坐着。然后他给我倒了一杯他的茶。哎，那个镜头留着了吗？我看看我的朋友圈里有没有。等一下，谁给你拍的呢？你当时自己自拍？没有，我记得我有拍那个茶，我没有拍自己。拍茶。因为我当时好感动，就是有人哄我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朱旭丹呐，被导演感动了是不是？对。你好在意这个被哄的这个点。对啊。他需要被哄哈，他需要，所以他看到问题的事情比较简单，所以他也比较快乐。对，他像个小女孩。重点是我脸长得特别聪明。啊，就是的，你对自己太误解太深，长得很聪明的脸，就是因为我这个性格，然后很多人都开始不理解，就觉得是我是不是装啊？是的，不可能有这种人哈。对，然后我之前比较出现的是那个玄女，还有周芷若，还有阿姐。这种角色都是那种聪慧的角色，就他们都是比较有气场，然后或者是要不然就坏的，然后要不然就是很稳的这种角色。但他们觉得我就是那个样子，他说你怎么就是明明是那个样子，但是你来到这个节目里，你说话怎么是可爱的？你不是这样的，你就是装的。但是我说我那是角色。骂你的人，他只是为了骂你，他甚至可以不为了什么去骂你，所以我们做不到让所有的人都喜欢。但是夸你的人，他是由衷夸你的，多看看爱你的人。那天我就在节目里面，我自己疗伤，我就自己找一个角落里在那狂刷评论，我以为周芷若那种疗伤。我说
不着人刷负评。我在这刷好评，然后后来刷好评，然后把自己治愈。他说，我想劝劝他说，没事，我好了，好多人喜欢我，我也可以。就是啊，不用哄，自己就治愈了。哎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是我10岁离开内蒙，然后我反而是在横店，我才知道自己那么爱内蒙古自治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以前在横店有会拍戏，那个时候在客串跟组那种的，就坐在一个那种小巴上边，然后你没有时间吃饭，就只能在那个时候吃一口，然后就真的就是车一颠，那个饭啪就起来了。然后起来之后还问题，你还旁边还坐着人呢，你就崩人身上了，然后人旁边还挺嫌弃你，你知道吧？怎么就是觉得你怎么回事？饭弄得我埋汰的在我身上，然后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好巧不巧，那个司机这个车上放那首歌是啥？美丽的草原，哎呀妈呀！我的家，风吹绿草边，梨花，哗，我就哭了，就在那一瞬间一下就哭了。就我才发现，哦，原来就内蒙这2个字对我杀伤力那么大。对，然后就从那天开始，你别管我说粤语还是怎么的咋了，我说是，就是广东把我养大，但我是内蒙人。哥理解你的意思，本身他那会儿在车里是孤独的，然后又经历那些，还是狼狈的，对，那种孤独你就没有办法去诉说，没有任何人能读懂你那一时刻的心理。这种状态我感受过。我也经历过这种感受，自己一个人这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然后你由于被老板炒掉了，因为你那刚出去学的时候，你刚出图，你并不是一个完整的2人转演员，没有任何号召力的，所以说就会被刷掉。刷掉我们有那种其他小剧场能捡着我们用的那种小剧场，就是一帮到了年龄的老头老太太唱戏的，我就是跟他混在他们中间。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多共同语言，然后演出完事以后了，就自己待在一个角落里面，等他们所有人家，把菜饭做完了以后，我才能用那锅煮点水，添点水做点面，在一个角落里面自己吃，一天一天就那样过。我那时候已经放弃这个行业了，因为我觉得一点观众缘没有，怎么我这么不招人喜欢吗？因为那时候我没找到自己的表演风格，完全是一直在模仿。上台呢，就是本身就不自信，观众一眼看出你不自信，只要你不自信，观众就他们就看什么呢？下去吧，然后就陆陆续续还有好几个人跟着下去吧，下去吧。然后跟你在一起唱的这个搭档是人家背着你，人家是成手，而我是半成手，人家再给你个眼神，哎呀，一说我带着你，我可真无奈。再加这几种因素裹在一起，那个刻在舞台上简直就是，哎呀，凌迟。木在那里，哎呀，就会定在木在那里，然后马上这个词儿，你有唱的戏词儿，你都会忘掉。然后你在家接不上，人家乐队一停，没办法，只能下去。当你往下走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不能哭，就别哭。但是往下走那一瞬间，你止不住的。而且眼泪哗的就下来，到后台没人会安慰你了。我的成长就这么来的，因为没人哄你，没人安慰你，然后甚至看到你大家都躲着走，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冷血，不是，对他们来讲习以为常，这点事儿算什么？然后就一次一次，就到最后就是学会不要脸。你爱撵你的。慢慢的，你就有舞台经验了。当他撵你的时候，你就有话，你就有嗑能跟上了。最起码你一个人在撵我，那么多人还看着我呢，那你撵我，同时对大家是不尊重。来，朋友们，给他点掌声鼓励他，因为人都是正义的嘛。就是因为我就这样一弄的话，演得不好，观众都给我鼓掌了，才把自信在舞台上一点点培养出来，就开始用不要脸换来的自信。所以我们干这行的，每次看到台上有那种表演者的时候，生怕掌声不给他领大一点，我都会很大力的去拍。我只要坐台下，我无论看谁表演，不是说我们到今天到什么位置了，没有那概念。我坐在那里就替谁担心，我不管是谁。
我只要坐在那里就替谁担心，比他还紧张。对，那个太加油加油，心里在想这种，看到他就是赢得了掌声欢呼，也替他高兴。对，特别能理解。我发现同一个城市，大家不同的人说起来，每个人的记忆都不相同哈。对，就因为你在那个城市有过自己的工作呀、生活呀，总会遇到一些特别的人或者一些特别的事儿，一下子让你觉得那个城市对你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了。对，而且那些记忆里有的时候是有画面的啊。你想，家乡对我来说有很多儿时的记忆，北京对我来说是追逐梦想的一些画面。我们这本书可能越来越厚。哎，真是。而且这本书里有很多我跟姐姐的回忆，都是特别开心的那种。哇，还在创造新的记忆。感觉你们在浪姐应该是感情特别好。目前还可以。是啊，虽然很累，但是每天都很开心。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，跟大家讲讲故事，听大家的故事，然后一起吃烧烤，一起喝可口可乐，也特别的开心。是不是？那希望各位未来再想到横店的时候，就会想到来到我们朋友厨房，吃了这么多好吃的烧烤，这么多美食，然后一起分享了这么多故事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用可口可乐干一个吧！一口畅爽，烧烤也成型。横店对我的记忆多了一个鸡的全家。哦，鸡的全家。全鸡宴。对呀。哎，我们突然有一个那个朋友厨房的外卖订单哎。哦，我们还可以送外卖啊！百花杀剧组